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，说实话，真是让我这个做了10几年红娘的老司机都忍不住掉眼泪。这个故事关于一个为爱隐瞒了致命疾病的大陆姑娘和她的台湾男友，最后的结局真的是太戳心了。我这些年牵线搭桥，见过无数跨海恋情，两岸的年轻人因为共同的语言和文化，却又因为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制度而产生种种误会和矛盾。但今天这个故事绝对是我见过的最揪心的一个。这个大陆姑娘叫小雨，今年28岁，家住江苏苏州，是个气质特别好的姑娘。第一次见她的时候，我就被她那种温婉的江南气质给打动了。小雨长得不算是那种一眼惊艳的美女，但却是越看越耐看的那种，杏眼阴唇，皮肤白皙的像是能掐出水来，身材更是没话说，1.65米的个子，曲线玲珑有致，凹凸有度。很多人都说大陆姑娘是真的很会打扮，这话在小雨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每次见面，她总是穿得得体大方，妆容精致却不浓艳，一看就是个很有品味的姑娘。小雨在苏州一家外企做行政，工作稳定，收入也不错。按理说，这样的条件在大陆找个对象应该不难，但小雨却通过我这个红娘，希望能认识一个台湾男生。丽姐，我从小就对台湾很向往，觉得那里的男生特别温柔体贴，不像大陆男生那么直男癌。小雨对我说，我听了直摇头，哎呀，你这可是刻板印象啊，两岸男生都有好的坏的，不能一概而论。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我还是尊重小雨的选择。恰好当时有个台湾男生阿志也通过我这里想认识大陆姑娘。阿志是台北人，32岁，在台北一家科技公司做工程师，年薪100万新台币。在台北虽然不算特别高，但也是中产了。阿志长得挺帅气，1.78米的个子，身材也保持得不错，平时有健身的习惯。他的条件在台湾也算是不错的，但他却一直单身。丽姐，我就是觉得台湾的女生太强势了，我想找个温柔一点的。阿志在视频里对我说，这年头，两岸的年轻人都喜欢往对岸找对象，真是有意思。思来想去，我觉得小雨和阿志挺合适的，就给他们互相介绍了。两人第一次视频聊天，那叫一个投缘啊，聊了整整3个小时，连我这个红娘都给忘了。我在旁边听着他们聊，从台湾的夜市小吃聊到苏州的园林，从周杰伦的歌聊到王家卫的电影，那叫一个相见恨晚。丽姐，谢谢你介绍的阿志，他真的好温柔，说话慢慢的，一点都不急躁，跟我认识的大陆男生完全不一样。小雨在第一次视频聊天后，兴奋地对我说，而阿志也对我说，丽姐，小雨真的很棒诶，她不像我想象中的大陆女生那么开放，反而很有传统女性的温柔。就这样，两个人开始了跨海视频恋爱，几个月下来，感情突飞猛进。阿志甚至开始规划来苏州见小雨的行程。丽姐，我打算下个月去苏州，当面向小雨告白。阿志兴奋地对我说，我当然举双手赞成，毕竟线上了解再多，也不如见面来的真实。视频里再怎么光鲜亮丽，见了面才知道真实情况。然而，就在阿志准备订机票的时候，小雨却突然变得犹豫起来。丽姐，我有点害怕见面。小雨吞吞吐吐地对我说，害怕什么呀？你们不是聊得挺好的吗？我有点纳闷，我怕他见面后不喜欢我。小雨低着头说，我当时以为小雨只是单纯的见面紧张，就安慰她说，哎呀，你长得这么漂亮，性格又好，阿志肯定会更喜欢你的。小雨闻言，眼睛里突然闪过一丝我看不懂的复杂神情，但很快就消失了。她勉强笑了笑，说，那好吧，我等他来。1个月后，阿志来到了苏州，我作为红娘也特地飞去苏州，想见证这对有缘人的第一次见面。说实话，第一次见面的画面特别感人。阿志在机场出口处捧着一大束玫瑰，紧张的手心都是汗，而小雨则穿着一身淡蓝色的连衣裙，远远地站着。看到阿志的那一刻，眼睛亮了起来。两个人见面的瞬间，阿志直接把小雨抱了起来，转了好几个圈。我在旁边拍照，心里甭提多开心了。这一幕简直就像偶像剧一样美好。小雨，你比视频里还漂亮。阿志看着小雨，满眼都是爱意。阿志，你比我想象中还要帅气。
小雨羞涩地说。两个人当晚就定了关系，正式成为了男女朋友。接下来的一周，阿志在苏州玩得不亦乐乎。小雨请了假，带他去了苏州的各大景点，吃了各种当地美食。阿志更是被苏州的精致和小雨的温柔给迷住了。丽姐，我想把小雨娶回台湾。临走前，阿志郑重其事地对我说，这么快就想结婚？你们才认识多久啊？我有点吃惊，我知道很快，但我真的很喜欢他。而且我们都不小了，找到对的人就该珍惜。阿志说的斩钉截铁。我看了看小雨，发现他脸上既有甜蜜，又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忧虑。小雨，你怎么想？我问道。我也很喜欢阿志，但我还没准备好结婚。小雨犹豫了一下说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等你。阿志温柔地握住小雨的手说。就这样，阿志回台湾后，两人继续保持着异地恋的关系。每个月，阿志都会飞来苏州看小雨，两人的感情也越来越深。半年后，在一次阿志来苏州的时候，他正式向小雨求了婚。在苏州园林的一个亭子里，阿志单膝跪地，拿出一枚钻戒，深情地说：“小雨，嫁给我好吗？”小雨当场就哭了，她紧紧抱住阿志，点了点头。但是阿志，我有个条件。小雨擦着眼泪说，我想住在台湾，不想再回大陆了。阿志愣了一下，然后爽快地答应了，没问题。我在台北有套房子，虽然不大，但足够我们2个人住了。我当时觉得有点奇怪，小雨为什么这么坚决的要去台湾生活？要知道，大陆现在的发展速度多快啊，尤其是苏州这样的发达城市，各方面条件都不差。而且小雨在苏州有稳定的工作和朋友圈，去了台湾可就是从零开始了。但看到小雨坚定的眼神，我也没多问，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。订婚后，两人开始准备结婚事宜。阿志开始在台湾办理小雨的结婚签证。要知道，大陆配偶要去台湾结婚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，各种手续和证明材料繁琐得很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小雨显得格外急切，几乎每天都在问阿志手续办得怎么样了。阿志倒是很有耐心，一次次的安慰他说，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。丽姐，你说台湾的医疗条件怎么样？有一天，小雨突然问我，台湾的医疗，我有点意外。据我了解，台湾的医疗水平在亚洲是很不错的，而且他们有全民健保制度，看病很方便，也不贵。真的吗？小雨的眼睛亮了起来。那台湾对血液病的治疗水平如何？我当时没有多想，只是说应该也不错吧。台湾的医学研究在某些领域还是很先进的。不过你问这个干嘛？没什么，就是好奇。小雨急忙说，然后转移了话题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这就是第一个不对劲的信号，只是当时的我没有察觉到。终于，在各种手续都办好后，小雨拿到了去台湾的签证。临行前，他把苏州的房子卖了，辞掉了工作，几乎是断了所有后路。小雨，你这样做会不会太冒险了？我有些担忧地问他，万一以后想回大陆怎么办？丽姐，我不会回来了。小雨坚定地说，我决定了，这辈子都要在台湾生活。看着他坚决的样子，我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。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权。就这样，小雨飞往台湾，开始了他的新生活。婚礼很快就在台北举行了，虽然简单，但很温馨。阿志的父母起初对这个大陆媳妇有些顾虑，但见到温柔贤惠的小雨后，也很快接受了她。婚后的小雨开始适应台湾的生活，她很快就爱上了这座城市，干净的街道，秩序井然的交通，还有那种浓浓的人情味，尤其是台湾人那种慢节奏的生活方式，让习惯了大陆快节奏生活的小雨感到无比放松。丽姐，台湾真的好美好美，人也特别亲切。小雨在视频里兴奋地对我说，而且这里的医疗真的像你说的那样好，我办了健保卡，看病特别方便。我听了他的话，心里为他感到高兴，看来他真的找到了自己的幸福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婚后3个月，阿志突然给我发来消息，语气十分焦急，丽姐，小雨住院了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我吓了一跳。她有白血病，已经很严重了。阿志的声音哽咽了。什么？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小雨有白血病，她怎么从来没说过？她隐瞒了所有人，包括我。阿志说，她是专门来台湾治病的，
那一刻，我仿佛被雷劈中了一般，整个人都懵了。回想起小雨之前问我台湾医疗水平的事情，我终于明白了他为什么那么迫切地想去台湾，为什么宁愿断绝所有后路也要去台湾生活。原来他早就知道自己患有白血病，而且在大陆的治疗效果不好。他听说台湾的医疗水平高，特别是对血液病的治疗有独特优势，所以才那么急切地想去台湾。而他之所以要通过结婚的方式去台湾，是因为这样才能获得台湾的健保资格，才能接受相对便宜且有保障的治疗。想到这里，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。小雨啊小雨，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得知这个消息，我立刻买了机票飞往台湾。当我赶到台北马偕医院时，小雨正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苍白如纸，原本柔顺的长发也变得稀疏。那个曾经光彩照人的姑娘，如今竟然憔悴成这样。而阿志就坐在病床边，紧紧握着小雨的手，眼睛红肿，显然是哭过了。丽姐，你来了。小雨看到我，勉强露出一个微笑。我强忍着泪水走到床前坐下。你这傻姑娘，为什么不早说？小雨微微摇头，我怕说了阿志就不会娶我了。傻丫头，这种事怎么能隐瞒呢？我心疼地抚摸着她的头发。丽姐，我在大陆查出白血病已经2年了。小雨缓缓地说，我家里条件不好，治疗费用太高，而且排队等骨髓配型的人太多了。我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，发现台湾的医疗水平很高，尤其是对白血病的治疗，还有健保制度，可以减轻很多负担。所以你就想到了通过结婚来台湾。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想法。小雨点点头，眼里闪烁着泪光。我本来只是想找个台湾人结婚，来这里治病。可是遇到阿志后，我真的爱上他了。我每天都在挣扎，要不要告诉他真相，但我又怕失去他。阿志听到这里，紧紧握住小雨的手。傻瓜，你应该相信我的，就算你一开始告诉我，我也会娶你的。真的吗？小雨泪眼婆娑地看着阿志。当然是真的。阿志坚定地说，爱一个人就是要一起面对所有困难，包括疾病。看着眼前这对患难夫妻，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。爱情啊，有时候真的很奇妙，能让人变得如此勇敢，又如此脆弱。小雨的白血病是急性髓系白血病，已经发展到了中晚期。按照医生的说法，需要马上进行骨髓移植，否则生命危险随时可能发生。医生说，目前最重要的是找到匹配的骨髓捐献者。阿志告诉我，我已经在台湾的骨髓库里登记查询了，但匹配率很低。那大陆那边呢？有没有去查过？我问道。查过了，同样没有合适的匹配。阿志摇摇头，而且大陆的骨髓库和台湾的并不互通，即使在大陆找到了合适的捐献者，要来台湾也很复杂。我这才意识到，两岸在医疗系统上的隔阂，对于像小雨这样的病人来说有多么致命。不过阿志没有放弃，他开始联系台湾各大医院的专家，寻找可能的治疗方案。作为台湾人的他，对台湾的医疗系统比小雨更熟悉，可以更有效地寻求帮助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亲眼目睹了台湾医疗体系的高效和人性化。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确实如小雨所说，大大减轻了病人的经济负担。即使是像骨髓移植这样的大手术，患者自己只需负担一小部分费用。而且，台湾的医生和护士特别温柔细心，对每一个病人都充满耐心。每天都有医生来病房查房，详细解释病情和治疗方案，回答病人和家属的各种问题。这种人性化的医疗服务，在大陆的大医院里是很难体会到的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有一天，阿志对我说，我以前一直以为大陆经济发展那么快，医疗条件肯定比台湾好，但直到小雨生病，我才发现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我点点头，两岸确实各有所长。大陆的医疗硬件设施确实越来越先进，但在制度和服务细节上，还有很多要向台湾学习的地方。阿志叹了口气，如果小雨早点来台湾治疗，或许病情就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的地步了。这话让我心里一阵刺痛。是啊，如果小雨能早点来台湾，如果两岸的医疗资源能更好的共享，如果有太多如果了。小雨住院期间，阿志的父母每天都来医院照顾他。起初，他们对这个带病来台湾的大陆媳妇有些抵触，但看到小雨的坚强和阿志的爱，
他们也渐渐接受了这个事实。阿志妈妈对我特别好，小雨有一天虚弱地对我说，她每天都给我煮不同的补汤，还帮我按摩缓解疼痛。我真的很幸运能有这样的婆婆。听到这里，我不禁感慨，爱和包容有时候真的能跨越一切隔阂。然而，病情并没有因为这份爱而好转。小雨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，药物的副作用让她吃不下饭，体重迅速下降。那个曾经苗条有致的身材，如今只剩下皮包骨。更糟糕的是，医院还是没能找到匹配的骨髓捐献者。丽姐，我觉得我时间不多了。有一天，小雨拉着我的手，声音轻的几乎听不见，你帮我劝劝阿志，让他别太伤心，以后再找个好姑娘。胡说什么呢？我忍不住呵斥他，你会好起来的，一定会的。小雨摇摇头，眼里满是绝望。我骗了他，还连累他花了那么多钱和精力，我真的很对不起他。我紧紧握住他的手，阿志爱的是你这个人，不是你的健康状况，而且他从来没有觉得你连累了他。我知道，小雨苦笑了一下，可我还是很自责。我本来想通过这段婚姻获得治疗机会，没想到却真的爱上了他。现在我既得不到治疗，又伤害了最爱的人，我真的很后悔当初的决定。看着他消瘦的脸庞和暗淡的眼神，我的心像被刀割一样疼。曾经那个活泼开朗的小雨，如今竟然变成了这样。就在情况最绝望的时候，奇迹出现了。阿志在台湾中部的一家小医院找到了一位专门研究细胞治疗的医生，他正在进行一项新的临床试验，针对的就是小雨这种类型的白血病。这是最新的CAR T细胞疗法。阿志兴奋地告诉我们，虽然还在实验阶段，但已经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了。小雨的眼睛第一次有了光彩。真的吗？我可以尝试吗？当然可以，阿志说，医生已经同意把你纳入实验组了，明天我们就转院过去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们所有人都燃起了希望。台湾在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确实很前沿，小雨或许真的能因此获得新生。转院后，小雨开始接受这种新疗法的治疗，起初的效果很好，她的各项指标都有所改善，整个人也精神了许多。丽姐，我感觉好多了。一天，小雨精神奕奕地对我说，昨天我甚至自己下床走了几步。看到她恢复的迹象，我们都松了一口气。阿志更是每天都带着笑容，盼望着妻子早日康复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就在治疗进行到第3周的时候，小雨突然出现了严重的副作用——细胞因子风暴。这是一种 CAR-T 疗法常见的并发症，会导致患者出现高烧、低血压等一系列症状，严重的甚至会危及生命。小雨的情况非常严重，她的体温飙升到了40度以上，血压也急剧下降。医生们紧急将她送入了重症监护室，开始全力抢救。那几天是我见过阿志最憔悴的时候，他日夜守在 ICU 门外，寸步不离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。每当医生出来，他都会第一时间冲上去询问情况，然后又失望地退回来。阿志，你先回去休息吧，这里有我守着。我心疼地劝他，但阿志固执地摇头。丽姐，我不能走。万一小雨醒了，第一个看到的人必须是我。看着他执着的样子，我不由得鼻子一酸。这就是爱情啊！明明知道前方可能是绝路，却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下去。幸运的是，在医生们的全力救治下，小雨的副作用症状渐渐得到了控制。3天后，她被转出了 ICU， 回到了普通病房。然而，这次的打击对小雨的身体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伤，她的免疫系统几乎崩溃，各种感染接踵而至。医生不得不给她使用更强效的抗生素，但效果并不理想。更糟糕的是，她的肝功能开始衰竭，黄疸症状日益严重。她原本白皙的皮肤变得蜡黄，眼白也泛起了黄色。医生，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救她吗？阿志绝望地问道。医生无奈地摇头，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，现在能做的就是让她不那么痛苦。听到这个消息，阿志崩溃了，他蹲在地上，无声地痛哭。我从未见过一个男人可以哭得如此伤心。小雨似乎预感到了自己的时日无多，开始交代后事。阿志，我们拍张婚纱照吧。有一天，他突然对阿志说。阿志愣了一下，然后点点头。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
第二天，他真的找来了摄影师，还租了一套白色婚纱和一套黑色西装。医院特别开辟了一个小花园，让他们在那里拍摄。那天，小雨在护士的帮助下穿上了婚纱。虽然婚纱在她瘦弱的身体上显得过于宽大，但她脸上的幸福笑容却是我见过最美的。阿志小心翼翼地扶着她，生怕她会因为虚弱而摔倒。两个人站在花园里，在阳光下拍下了他们唯一的一套婚纱照。丽姐，你看，我终于穿上婚纱了。小雨看着相机里的照片，满足地说。我忍着泪水点点头，你是我见过最美的新娘。拍完照后，小雨的病情急转直下，她开始出现意识模糊的症状。医生说这是肝性脑病的表现，预示着多脏器衰竭的开始。阿志，对不起。在一次短暂的清醒中，小雨虚弱地说，我骗了你。阿志握着她的手，泪如雨下。傻瓜，你没有骗我，你给了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，可是我没能给你一个完整的家。小雨艰难地说，你已经给了。阿志哽咽着说，在我心里，你就是我的家。小雨听了，露出了一个欣慰的笑容，然后缓缓闭上了眼睛。小雨，阿志惊慌地叫道。医生急忙跑过来检查，然后摇摇头，他只是睡着了，但恐怕时间不多了。果然，2天后的凌晨，小雨永远地离开了我们，走的时候很安详，像是睡着了一样。阿志就坐在他身边，握着他的手，目送他离去。葬礼上来了很多人，阿志的家人、朋友，还有医院的医生、护士，大家都来为这个勇敢的大陆姑娘送行。阿志坚持要把小雨安葬在台北，他说这样他就能经常去看她。丽姐，谢谢你。葬礼结束后，阿志对我说，如果不是你介绍我认识小雨，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知道爱一个人可以爱到这种程度。我泪流满面，说不出话来。回到大陆后，我经常收到阿志发来的消息，他告诉我，他决定捐出一笔钱，成立一个基金会，专门帮助那些需要两岸医疗资源的病人。他给基金会取名为小雨基金，希望用小雨的名字去帮助更多像他一样的人。小雨的离去让我看到了两岸医疗合作的重要性。阿志在一次视频通话中对我说，如果当初两岸的骨髓库是互通的，如果两岸的医疗资源可以共享，小雨或许就不会离开我们了。听到这些，我百感交集。是啊，两岸同文同种，本是一家人，却因为各种原因设下了重重壁垒。这些壁垒有时候会夺走一个鲜活的生命，破碎一个美好的家庭。1年后，我收到了阿志发来的照片，照片上是一座小小的纪念碑，上面刻着小雨的名字，还有他们一起拍的那张婚纱照。碑下种满了雨花台，每当下雨，花瓣上的水珠就像是小雨的眼泪，晶莹剔透。丽姐，我每周都会去看她，告诉她这周发生的事情。阿志在消息中写道。我知道他能听到。看到这些，我再也忍不住泪水。爱情啊，有时候真的很残酷，明明是上天赐予的礼物，却因为种种原因变成了生命的遗憾。但我也相信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，就像阿志说的，小雨的离去不是终点，而是另一种开始。他的故事，他的爱，将会以另一种方式影响更多的人，帮助更多的人。我想，这或许就是生命的意义吧。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不只是为了活着，更是为了在有限的生命里创造无限的可能，留下爱的印记。小雨做到了，她用自己的方式触动了所有认识她的人的心。我是丽姐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被这个故事感动，请记得关注我，每天都会有不同的真实相亲故事分享给大家。也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珍惜眼前人。因为生命无常，唯有爱情能让我们在短暂的一生中体会永恒的意义。再见了，我的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